我觉得咱俩的感情根本就是不平等的。我每天各种伺候你，尽心尽力的对你好，换来的就是你对我的冷漠。当初网恋的时候，你给自己包装的那么好，结果见了面跟大变活人一样，我一时之间能接受吗？我现在就是要考验考验你。你打心里就是瞧不起我，同事朋友也不介绍给我认识，总害怕我给你丢人。我的梦想你也不支持，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你自己做事那么不靠谱，天天还做着不切实际的梦，过日子又不是过家家，这样下去咱们是不会有未来的。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梦33岁，来自河北工人；小姚27岁，来自河北幼师。欢迎老魏哈，网恋认识的是吧？对。网恋多久啊？半年。在一起多久啊？不到1年。怎么了？主要是我们2个是网上认识的嘛，然后我就觉得他在网上和现实的形象差了太多。对，有很大的差距。他在网上是个什么形象啊？在网上的时候吧，他把自己包装得非常好。他说比我大3岁，然后有车有房呀，朋友圈经常晒一些去旅游，然后听的音乐也和我很相似啊。然后还说他是坐办公室的。其实我是坐办公室的，在车间坐办公室，然后随着时间的往后推移的话，然后到车间工作了。刚开始是坐办公室。然后吧，我俩经常聊的也挺好的。我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呢，他都会安慰我，帮我解决。然后他有一次给我发了一张他的照片，我就觉得这小伙儿就是还蛮精神的嘛。然后也半年了，也有了感情，我就提出了见面。结果他说啥就不想和我见面，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不是骗我什么呀？感情的事嘛，就是需要一点点积累呀。这个时间到了，水到自然而成。你那时候不着急，那之后见了我第一面就着急牵我手。恋人牵一下手不很正常吗？那时机不一样好吗？然后我俩就见了面嘛，这一看，这和照片上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嘛。今天我也把那个照片带来了，就是想给各位老师和主任看一下。这美颜开到100%吧？我跟大伙儿解释一把，这是因为嘛，在疫情在家，然后多吃了点变胖了，我只是变胖了一点。不是胖不胖的问题吧？这明明是2个人呢。对，我那天见他的时候我都没有认出来，我说这谁呀？我差点扭头走了。对。那咱不说照片问题，还有呢，就是他年龄，一开始不跟我说的大3岁嘛，结果他比我大了6岁。这解释一下。就是我这人心态平常也是很年轻的，然后我就少说了2岁，少说2岁也很正常吗？咱们2个认识这么长时间，也有感情了，你还在乎这些你真实的年龄小那是你优势，那你心理年龄小那是幼稚好吧？这有啥可骄傲的呢？你不光这骗我，你别的也骗我，你工作还骗我呢。有房吗？没有。他就是一系列都是骗我的嘛，就是因为时间也久了嘛，他也经常就是和我聊，毕竟有了感情，我就寻思着要不在一起尝试一下。我对他非常的好。其实刚认识的时候，我就是早上给他送早饭，下午给他送奶茶，然后呢晚上还去接他。但是他有一个让我接受不了的点呢，是他不让我在他们公司的门口去接他。就是在另一条街去等他，然后他去找我。为啥？这点我也可以解释，因为之前他给我发的那张照片嘛，我已经给我同事看过了，都已经，人家都知道那是我男朋友，然后他突然出现，人家这一看我还以为我出轨了呢。我表现的已经很好了，我想2个人周末的时候多待一下嘛，然后就是我主动提出来去他家，然后给他做家务给他洗衣服什么的，我表现得非常的努力但是他可倒好，他非常不客气，他每个周末都让我去他家帮他做卫生。这不是你说的吗？你去帮我吗？帮你是可以但是说他有一次可能是他朋友搬家，他也是把我叫去了，然后他也没有跟他这个朋友说明我俩是什么关系然后不需要说明嘛。不需要说明。为什么呀？你说人家都在那儿搬着家呢，我突然说大家请一下，这是我男朋友。他们都以为是我是一个搬家公司的工人，就是
来回的使唤我，这一上午累得我满头大汗。干完活了，他还，哎呀，你快走吧，回去休息吧，这弄得我很受伤啊。这怎么办呢？你追人姑娘吗？我是追她这个姑娘，但是啊，她有的时候，我真的很不理解啊，就是像她刚才头边说的一样，我俩见个面，我想牵一下她手，她不同意。我俩出去玩的话，她也不会说跟别的女生一样会搂着男朋友的胳膊什么的，这种亲密的动作基本上是没有啊。当时那时候的脸和现在的脸它不一样，得给我一个心理的就是接受过程。带出来嫌丢人是吧？就是主持人，我和你说，他就是根本就不想把我和他的关系展现在他的朋友当中啊，同事当中。有一次啊，他们这个公司团建，他呀和一个异性，一个小帅哥吧，一个照片他就大大方方的就发在了这个朋友圈里边。哎，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很不是滋味啊，因为我俩之间的照片他从来没有发在这个朋友圈里边。他为什么不发我们两个人的照片呢？因为我那天和别的朋友也拍了照片，我就觉得是。那你背后，那你背着我聊微信和异性啊？你怎么就知道我背着你和异性聊呢？我就感觉你背着我和异性聊，他就是总把这个分手这件事儿挂在嘴边啊。他呀，一次是生病了嘛，然后我知道了，我就给他打个电话，然后去找他，我说下楼吧，咱们去医院看看病嘛。然后他说太烦了，他嫌我烦，然后和我吵，然后就和我提分手。那天我生病了，特别难受，他在我家楼下就一直大喊，一直喊，非得让我下来输液，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输液。不是喊什么呀？就是让他下来，就让我下来，然后我周围邻居都听见了，都以为怎么了呢？我就是当时觉得，哎呀，我一生气了，我就提了分手。你在人家楼下喊啊？他着急，小姚输液。我没有喊输液啊，我就喊他名字，一直在喊，一直在喊，我就喊他下来嘛。不是你干嘛呀？为啥不上去啊？我是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有点沉，然后我就在楼下喊他。懂了。他们家一个是住3楼，也不是太高。咋没分掉呢？他后来又主动跟我和好。然后还有就是他父母啊也想见见我嘛。第一次嘛去他家，然后他叮嘱我就是给他妈买什么样的化妆品，给他爸买什么样的烟，什么样的酒，我就觉得心里有点不平衡。为啥？就是在这以前呢，他去过我家，但是啊，他非常的不太情愿。到我家了也是空着手去的，表情啊或者说表现也不是很好，就是往那儿一坐，端着个架子什么的。但是他让我去他家的话，他就要求我很多，然后就是少说话多干活，这是一方面啊。他细节到哪一种地步，他就说，坐着不能抖腿，吃饭不能吧唧嘴。就细节到这种地步。不是，这不是很正常吗？你坐着抖腿啊？不抖腿啊？那你吃饭吧唧腿啊？他抖过，真没感觉，就自己的时候，这不需要要求吧？这是最基本的吧？啊，你可以不去啊。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啊。就他说我去见他父母没带东西嘛，那时候是我俩就是刚好不久，然后我说没有到那步呢，我说我不去，不想去，他就非得拉着我去，而且把我逼生气了，我就已经说不想去了，非要拉着我去。我去你家好，我就感觉他在咱们那时候已经到谈婚论嫁了，该见父母了。我觉得他父母也是觉得他岁数也是年龄也是不小了嘛。你傻呀，你还纠结这个呀？都跟你说了要谈婚论嫁了，你现在还纠结这个呀？我为了你，他你在我是这么说，但是他表现我觉得没有到那种和我想要走在一起那种感觉。那你的意思就是他骗财骗色喽？不至于。行吧，怎么着啊？这不是都要谈婚论嫁了吗？跑这儿来干嘛呀？因为吧，他有一个不切实际的音乐梦。我有一个梦想不很好吗？不是，你看我像我这个年纪有一个梦想，对吧？是不是应该值得尊重一下？你有梦想没有错，但是你作为我一个女朋友，她经常给我泼冷水，然后她就说，如果你要是辞职，你要是把自己的积蓄然后出唱片去，那咱俩就分手就行了。对，他说他出唱片，我就更生气了。我觉得有点白日做梦。你说我俩就好好的就结婚以后，这不挺好的吗？非要去学音乐，而且拿着以前的积蓄说要去发唱片，这我有点受不了。我就想让他实际一些，以后不好好的。没辞职吗？也没辞职啊。对，他是没辞职。后来啊，他去做了
直播，沉迷直播了，然后花了钱买了一些设备做直播，结果也没有什么人看呢，然后工作也越来越不顺心了。直播也是有了一点起色，有一些人也在我的直播间，但是那些人家就是耍猴一样看你，就是以审丑的心态来看的，你能一辈子直播下去吗？你想过咱们的未来吗？你就一直在这播吗？你能保证一辈子吗？我们如何结婚？我真的太伤心了。其实我爸妈一开始是不同意，就是我和他在一起的，因为我当时说的是大3岁嘛，结果他们说大6岁，好像有点大了。然后再说，其实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说了要买那个学区房，我就说行，那咱们就去买。而且他本来是有首付的，但是他为了做直播花掉了一部分的钱。还有令我最生气的一个点就是他朋友在我俩就是要谈这个结婚买房之前去管他借钱了，借了大概有10万多吧，而且他没有告诉我，并且他这个朋友失踪了，找不到了。真的还在。不是你要稳定什么吗？就是这样说吧，先稳定到哪儿吧？这么说吧，因为我觉得他的梦想比我重要，他的朋友比我重要，他的家人也比我重要。那你还跟他谈恋爱，还要嫁给他？所以我你傻呀！所以我就是在想，他到底重不重视我？这还用问吗？你自己都给出答案了，就是你不重要了，这还要问吗？他也很重要。所以啊，我就想说，你给我整个的感觉就像个大忽悠。你忽悠完他之后，你跑来忽悠我们，你有啥好忽悠的呀？你没发现吗？你在跟他谈的过程当中，他真的就忘记了你的那些什么欺骗他。人家姑娘一心一意好好跟你谈恋爱，你到临了又开始忽悠人家，有意思吗？不是别人看不起你，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还有你也是，拿不出手吧？不觉得拿不出手，怎么不官宣呢？怎么在自己单位的门口不敢让他出现呢？怎么同事搬家叫人去了不介绍呢？你把人当什么呀？你尊重人家吗？我也不知道你们俩之间的这个感情到底是什么，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说实话，他说你完全不一样，我也反对。你其实头发还是挺浓密的。我的头啊还掉了一大半了呢。就本来更好是吗？啊，本来更好。就是发型还是不错的，但你那个 P 的吧，确实就比我 P 的还狠。我真是长胖了，真是长胖了，就是变胖了。我。但你这眼睛长胖也不能把眼挤成这样啊。反正大概我也知道那个情况了哈，反正我觉得你们这个一开始吧就没开好，就像种一棵树，我们比如说挖了一个洞，然后把这个树苗扶正往里放的时候，你就把它放歪了，然后你就感觉歪歪倒倒的在那长着，后面你老要扶正它，但是它随着时间推移，你想扶正它就有难度了。现在我感觉你们俩之间就是这样，其实根已经扎下去了，树也长上来了。但是它长得不是那么周正，不是挺拔向上的。可是你说歪的吗？是这意思吗？有点歪。你说你现在把这个树连根拔起吧，确实也有点痛。它毕竟也有感情在里面的。然后这个小伙子，你一直仰着头，就有一种怎么着，我就这样了。怎么样啊？就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你哪儿来的自信。姑娘这么漂亮，然后我感觉也非常的得体。就你哪儿来的自信？就觉得我就这么着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呢？反正时间长了，你不就是我的了吗？我觉得千万别这么想。煮熟的鸭子也会飞的，而且飞得更快，就是他决心更大。所以我认为，在爱情里，真诚2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哪怕你一无所有，哪怕你有很多问题，当你面对一份感情，你保持真诚的话，我觉得收获的可能比你期待的要多。如果你始终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到最后有可能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我是建议啊，女生，你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为身边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你觉得算了，我就先跟他走一段看看。不要这么想，越是这样，越会增加你还有他的痛苦，因为你们2个人本不是一路人。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周老师，珊娜老师。你们2个人呀，真的不能太贪心。我们常说一句话，欣赏一个人是始于颜值的，敬于才华的，合于性格的，久于善良的，忠于人品的。你知道，找一个人要依靠终身，我们看的是这个人的人品，你什么都不看。你先看颜值，过得去，然后一看有房，哎，可以了。至于他所有骗你的种种，你全部都抛之于脑后了。你甚至给自己找借口，哎呀，不就骗个年龄吗？哎，不就 P 了个照片吗？谁不 P 呀？你真正擦亮自己的眼睛了吗？就我特想问你一句话，姑娘，你是嫁不出去了吗？不是，可能就是有点割舍不了吧。我是那种比较……有什么割舍不了的？一个人骗了你这么多，你还觉得他是爱你的？你告诉我，一段爱情它是始于一种欺骗，你觉得这里面有爱吗？不要跟我讲什么善意的谎言，善意的谎言是看谁受利呀。年龄骗，工作骗，家庭骗，房子骗，它有一样是真诚吗？你告诉我。你不服气是吧？我觉得我是真心的。你是真心 PS 的照片，你是真心骗人，你有多少存款？所以我觉得，你嫁人找男朋友最重要的是要先看这个人的人品是什么样的。他就空有一张嘴说爱你的那张嘴，可是他真正的行为和行动在哪里？如果你要是认定他的种种行为都是爱你的行为的话，那我跟你的交谈也到此为止了。你自己好好想吧。谢谢。谢谢珊娜老师。来，陆琪老师。姑娘，你知道为什么骗你吗？为什么？很简单一个道理，因为你一路都在奖赏一个骗你的人，他所有欺骗你的事情，当被你揭穿之后，你没有惩罚他，你都奖赏了他，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全部达到，他要追到你，他希望你能够喜欢上他，他希望能够去你家，他希望你能够答应他结婚。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一路在骗你，但每一次你揭穿他之后，你反而同意了，这叫什么？这叫奖赏一个欺骗者。请问还有一个比你更好骗的人吗？没有了。不管怎么骗你，都会奖赏他，他当然要一次次的骗你。所以怎么样不被人骗？很简单，
你先观察自己，你是不是一个又急又贪的人？我不是说你物质啊，我们对于物质有标准是正常的，但是这种正常的标准是基于一个现实基础，还是基于幻想的？如果基于幻想，或者说人家说什么你都相信，这叫贪。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在一路欺骗之后，为什么会让你爱上他？你知道吗？你为什么割舍不掉？很简单，先是用欺骗的方式先把你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之后给你建造舒适圈，所以给你干活呀，买奶茶呀，早安晚安呀，给你点饭呀，然后给你送吃的，送这个送那个，这是给你建立一个舒适圈。当你在这个舒适圈里面习惯之后，你会发现，哎，我割舍不掉了。你割舍不掉的不是某一个人，你割舍不掉是别人给你营造这个舒适圈。所以你现在真的要想想，究竟是爱上了这个人，还是爱上了这个人给我们建立的那个舒适圈？我们究竟讨厌的是这个人，还是讨厌的这个人曾经给我们设立了谎言？就这样。谢谢陆琪老师。妮娜老师，这个看了照片和看本人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嘛，对吧？一般像这样的，你买到手里一看，这就7天免费退换了嘛。你为什么不退换呢？因为你有侥幸心理。这个侥幸心理就是，也许他真是长胖了吧，也许过一阵瘦一瘦，加上个滤镜，他就能恢复那时候颜值吧。你还抓到了他好多谎言的尾巴，但是呢，你又带着侥幸心理安慰自己，也许他真的是坐办公室的，只不过是工种调换了嘛。也许他真是打算跟我一起买房的，只是钱现在被借走了嘛。其实他都不需要费心去骗你，因为你自己在骗自己。你骗自己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你想要的人从来都不是他。你想要一个就是你自己设下的那一些大概样貌，你脑子里其实都是有标准的，但是苦于只有标准又没有人，所以当这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就勉强把它套进去了，满足你的想象。但你不能跟想象过一辈子呀，你还是会觉得，即使是跟他在一起买了房子，房本上有了你的名字，你也不愿意让他去你单位里接你下班，你也不愿意带到你的朋友身边说这就是我老公。为什么？因为无论是从外表还是到他可能接受到的教育背景也好，家庭环境也好，自己的工作也好，无一处令你满意，无一处令你欣赏。如果是这样，你说你何必呢？你就像你非要买回来一件自己都知道穿上去难看的衣服，然后套在身上，为什么？存心恶心自己呀。没走过一个橱窗，看到倒影里头，哎呀真丑，然后看到镜子里头，哎呀真恶心。余生你就打算自己来这样为难自己吗？你现在给他要求说房本上写上你的名字，看上去你像是为未来能够增加一点安全感，是吗？不，因为你知道他实在太不符合你的期待了，你希望他的真情和他能给你的东西比其他人多，来证明你没选择错。如果你找到了一个你理想中的伴侣，我想你也可能不会说一定要写我的名字，因为你觉得我们根本都不会有分开的那一天，我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物质保障，因为我爱他，我就想守在他身边。然而当一个你不够爱的人在这里的时候，他只有做10倍、20倍、100倍为你付出的事情，你才觉得仿佛你才配下嫁。不要再去考虑你们俩有没有未来，不用去争论写谁的名字，更不用去揭露什么他到底是个骗子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了爱情不择手段，这个本身就是错误的，小伙子，管你在那里自我辩解或者自己觉得自己多冤，就是不择手段。我觉得我真是真心的。哎呀，你真心想要，然而你也知道那个是你要不着的姑娘，所以你用自己的包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的这姑娘来到你身边是虐你的呀？你怎么会愿意让一个女人每天嫌弃你呢？伪装可以得到她1时2时的崇拜和欣赏，等揭穿了以后，你就要面对接下来余生里头被这个人挑剔嫌弃，这样的日子就真的好吗？你为什么就不能找到一个能够欣赏你的，跟你踏实过日子的姑娘，然后这姑娘也尊重你，你也尊重这姑娘，过一个正常的日子啊？
你非要把自己过成被人嫌弃的一生干嘛呢？所以都好好想想去，这还有啥好继续的？谢谢米娜老师，着什么急呀？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嘛。以后啊，别骗人了，骗人总有被揭穿的时候，自己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做。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想，以后我可能变得会很好。希望呢，在以后的日子，你能看见我的进步。我不知道我现在要说什么。你一开始对我是很好，但是我现在我看不到未来，你知道吗？你让我想一想，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做。你给我一点时间，就一点时间就行。我会自力更生，改过自新的，可以吗？我现在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你让我想一想。你说那句话的时候，就注定了你改不了。给我一点点时间，我会更好的，怎么可能呢？谢谢两位哈，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看一看这对嘉宾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小梦还有什么跟他说的吗？我已经预料到了。我觉得呢，他也就是想找一个依靠吧，然后我可能是不是太符合。以后再跟人交朋友的时候，还编那些背景吗？不会了。其实你真诚的相爱的话，我相信你会找到真爱你的人。谢谢您的分享，来，请回。当一段爱情以欺骗开始的时候，这就应该是它原本有的结局。如果今天小梦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认识到，只有真诚相待才能手来真爱，我想对她来说就值。